我们说说官方 CP 的涂山璟对女主小妖的爱到底有多真有多深，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为她殉情的那一步的。真的刷第3遍我才真正体会到浩宁王所说的涂山家的小狐狸有800个心眼儿。小狐狸绝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弱鸡，更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个遇事只知道哭唧唧的恋爱脑，他确实是非常懂谋划的一个人。如果小妖不是王姬，如果小妖幼年的时候没有遭受那么多的苦，如果他不是将自己的心和底线都守得牢牢的，如果不是有相柳这个十分厉害让小妖动心的竞争者存在，如果不是有苍玄这个魅控，那么就算小妖对小狐狸有救命之恩，是狐狸心口那道唯一的光，他也不一定能拿捏得住800个心眼的小狐狸。不要以为狐狸对小妖爱的那么言听计从，那么卑微，那么小心翼翼，那么没有原则，你们就以为只要对涂山璟有救命之恩，电视剧里演的那些深情你们就唾手可得吗？当然并不是说涂山璟不爱小妖，说涂山璟爱得不真爱得不深，而是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角度看问题。或许你们回想一下，就能从涂山璟对于小妖的几次试探中看出端倪。首先说涂山璟对小妖的第一个试探，清水镇涂山璟还是17时，老木被阿念羞辱，小妖给老木出气，在海棠身上下了毒，轩带人来要解药，17本来说站在小妖身后，结果轩来的时候17却躲起来了。小六十分生气，再也不想理他，从此决裂。涂山璟没有想到小六会那么生气，生气到打算从此与他决裂的地步。他许下了第一个诺言，在小六想要依靠他的时候，他再也不会离开，此生绝不会有第二次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小六不是那么生气，打算从此不再接纳他，他会许下诺言，他再也不敢舍弃小六吗？答案很明显，不会。因为就算他舍弃小六，小六也不会抛弃他。他是生意人，他能算得很清楚，如果再有这种情况，暂时舍弃小六利大于弊的时候，他会先舍弃小六，再回头来哄。但很明显小六不吃这套，所以他不敢再有第二次，于是才有了小六找他，希望他帮助逃离浩灵王的追捕时他的毫不犹豫。再说第二个试探，清水镇的半个王余信来了客人，突然要收回回春堂的铺面，叶时七陪着文小六去余府，被敬业意外认出回归身份。我想说这里并不是意外，都是涂山璟自己暗中安排的。那个时候相柳对文小六很是欺负，经常带小六离开，然后小六回来的时候脖子上带了吻痕还受伤，相柳像极了一个渣男，而小六居然对渣男还有一份情谊在。那边轩也对小六步步紧逼，不然刚好敬业这个时候来了，还无缘无故要收回铺子，世上没有那么多巧合。所以说敬业认出他回归涂山璟的身份，其实都是他自己算计好了的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要对抗相柳，震慑轩就只能回归涂山璟的身份，所以才有了敬业来到清水镇。至于他是怎么来的，其中怎么部署，我一时也说不好。叶时七拿回涂山璟这个身份，是对小六的第二个试探。感情就算是两情相悦，也是分上位者和下位者的。如果小六为他的富贵所打动，那么以后什么都不用说了，那他就成了这段感情的上位者。可是小六不为他的富贵所打动，甚至要与他划清界限，我收留你6年，你免了回春堂6年的房租，从此两清。当17穿了涂山璟的衣服时，小六根本不认他，所以他才又穿回了旧衣，连香囊都不敢带，我永远是你的17。小六不为钱财和地位所动，他拥有的小六不在乎，不看在眼里。这个时候的涂山璟只能用感情，用他的不离不弃，用叶时七6年的点滴打动小六。所以后面清水镇他每次来找小六都是穿着叶时七的衣服，用的叶时七的身份，于是才有了后来15年的约定。因为财富和地位都不在小妖眼里。第3次试探是龙骨玉15年，涂山璟对小妖的第3次试探是龙骨玉，或者说这个时候他心里已经猜到小妖身份肯定不简单，因为他和小妖说天下都是生意，都可以谈，小妖毫不慌张，必定是有所倚仗。所以他慌了，因为如果小六不再是文小六，那么17将也不再是17就打动不了不是文小六的小妖，所以他提出了15年的之约。这次他成功了，成功用17的情打动了小妖，后来却还是因为小六变成小妖，差点功亏一篑。第4次试探是涂山璟对大王姬浩陵9爻的试探。涂山璟退婚很久都没有退掉，然后在曹傲陵告诉小妖，奶奶说她绝对不会答应他退婚的请求。涂山氏那么大，怎么就容不下一个防风硬硬？
只要他娶了防风夜莺，那么随便他再娶哪个自己喜欢的女人，奶奶都不会反对。这里他当然也是在试探小妖，如果不存在试探之心，不存在妄想，他连说都不会说出来，想一下都是在亵渎。可是他说出口了，因为这时的涂山璟对奶奶和防风夜莺已经无计可施，只能来试探小妖的口风。当然不是让小妖做妾，神族娶妻也可不分大小，如新月和阿念都是正妻，娥皇女英姐妹都是正妻，所以娶了防风夜莺这个正妻，还可以想办法娶小妖，只要小妖同意，他可以再想办法。可是小妖当即背过身去，只回了他2个字：妄想。他连忙抱住小妖求原谅。他和小妖的爱情聪明如他，也做不到主导，只能是引导。只是因为在他们的爱情里，作为主导的从来都是小妖。因为那时的他没有小妖不行，小妖没有他可以。就是因为这些一来二去的拉扯，涂山璟输得彻底，输的人自然败得一败涂地。这些也奠定了小妖在爱情中的地位。如果小妖不是王姬的身份，不是坚定地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只怕后来必定会沦为涂山氏族长的一名妾室，说不定到最后估计连性命都难保。所以说长相思讲的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，多看几遍，每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收获。最后告诫女孩们，不管是在婚姻还是在爱情里，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，你的底线才是你的底气。